大家好，今天的隧道人文节目，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位伟大的土木工程学家，他就是亨利·达西 （Henry Darcy）。Henry Darcy 他是定量水文地质学的创始人，几乎每一本土力学教材都会提到他的达西定理。他生于1803年，于1858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在今天看来不算长寿，但19世纪法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岁左右。如果以今天的人均寿命看待他，可以想象，假如他活到80多岁的话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定律问世。人们常常把一个人的成功归功于天资和勤奋，其实外部环境更为重要。亨利·达西的时代正值法国大革命以后，拿破仑掌权。拿破仑对工程学的支持和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的机会，使得达西的成功职业生涯成为可能。我们知道，拿破仑的教育改革是在1815年至1830年期间，而达西就是在这期间完成学业的。1830年，路易·菲利普上士执政，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，在此期间，达西提议规划并建造了地龙供水系统。在1848年至1858年期间，达西离开地龙，被晋升为最高级别的工程兵。他先后在英国和比利时工作。达西14岁时父亲去世，他作为长子承担起了家中的主要责任。达西18岁时获得物理和数学奖，后来又进入法国路桥大学学习，完成学业后加入路桥部队，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。19世纪初，地龙的水质很差，居民们从屋顶收集雨水，并使用来自受到污染的浅层含水层的井水。1832年的霍乱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地龙对水质的要求。为此，地龙市长要求达西就如何为城市供水编写一份报告。达西满怀热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研究了自16世纪以来提出的所有供水方案，并测量了所有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。通过咨询了其他城市，他确定了地龙的人均用水需求，并提出将位于地龙西北部苏森河谷的罗苏瓦泉水作为水源地。在达西递交的建议书中，他提出通过修建一条12.7公里长的管道，利用重力将罗苏瓦水输送到地龙。法国政府于1837年批准了这一计划，并于1838年购买了土地。达西于1839年3月21日开始施工，罗苏瓦水终于于1840年9月6日抵达地龙，使得当时的地龙成为仅次于罗马的欧洲水质和水量排名第2的城市。1832年，他应邀就巴黎至里昂的铁路线进行咨询。该铁路线是拟建的国家铁路系统的一条大动脉。达西提出通过修建一条4.1公里长的隧道，连接巴黎和地龙之间的分界线。这条隧道曾经是欧洲最长的隧道之一。这条隧道线为地龙带来了繁荣，至今仍然在使用中。由于达西的历史功绩，他在地龙是很受欢迎的。后来作为市议员，他关心人民的苦难，积极推动扶贫项目。新政府惧怕他的声望，不顾抗议，将达西流放到农村地区。在农村期间，他又提出了重大的农业改良建议。1848年6月，新政府将达西派往巴黎担任水务和街道主管。这次调动让达西有机会进行他多年来一直感兴趣的实验。达西和其他工程师发现，官方公示并不能准确预测水流通过管道的情况，因此1849年至1851年期间，达西在下月水厂进行了实验，研究了这一课题。实验结果于1859年发表。1855年，在经历了多年的疾病以后，达西不得不退休。尽管如此，他能致力于了解渗流水的原理。他在地龙医院的院子里安装了湿被，并做了渗流水过沙的实验。通过这些实验，他得到了达西定理。他在公共水池的附着地中介绍了这一定理。对于相同的沙池，可以假定排水量
直接与水头成正比，而与水流通过的沙层厚度成反比。达西定律的提出标志着渗流力学的产生。有人曾经这样通俗的比喻，如果说台沙西是土神、土地爷的话，达西就是当之无愧的水神。1858年1月2日，达西在巴黎去世，他的遗体沿着他提议的铁路线，穿过他修建的隧道，回到了地龙。他的崇拜者将他的灵柩抬到附近的墓地，第二天水库广场更名为达西广场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让我们下周末继续关注白银说谁系列节目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